星期三的晚上，在上圣经课之前，疯狂吧！我又叫烧鸭，又叫猪耳朵，又叫猪皮。饭也不用吃完哦，但是可能不知道吃不吃得完，试试看吧。也不一定要吃完了，不要吃太饱。烧鸭比较干一点，不过猪皮跟猪耳朵，还算是可以接受的水准。这3样东西都是我很爱吃的，烧鸭、猪皮跟猪耳朵，所以吃到还是很开心的。我很欣赏他给很大碗的汤，而且又很热。虽然烧鸭没有特别好吃，不过它的油饭还有猪皮、猪耳朵还 OK， 还不错。我在文理熟食中心给我先生买了这个合发福建面，我先生下班回家之后吃了，马上就吃光了，可见很好吃。很有趣的这个警告标志，而且很有趣的网站名字 ，Not who they say they are.SG 加开头的电话号码可能就是诈骗的，不要相信他们说他们是谁。好吵，好多鸟。可爱。它看起来就像是一只准备要亲吻的鱼，还装着一副傻乎乎的样子，撅嘴的鱼。这种鱼的脸就长得一副很俊美小生的样子，长得不错啊，这个鱼。以为我要喂了是吗？眼睛好大，好像很想逃出来。这是一对的鸟。要398块呢，差不多台币要8000多块了，很可爱呢，好像真的很像假的一样。这个要下雨前很凉爽的，好像坐在那里很舒服。12月的新加坡也是特别多雨多风，也是会变得比较凉爽。看小朋友的脚哦，好可爱哦。另外一家呢，它是不一样的，好漂亮哦，惯的，我看好像很不安。很不安，哇，超多的鸟！你知道希区考克有一部恐怖电影，就叫做《鸟》，那个鸟在里面会攻击人的。好大的鹦鹉，很可爱。当一只猫感觉好像很好哎。周日敬拜之后，在文理熟食中心来试试看这家猪脚饭。大的猪脚，顺便叫了一份大肠头。猪脚饭和大肠头，这是多么台湾的菜色啊！他有送一块，这个是
猪脚肉算是我觉得有一点点的干，可能是因为比较瘦吧。但是呢，它的淋上那个猪脚汁还是很美味，尤其是那个饭充满了猪脚汁，还有那个大肠头也很香。我先生点了炒干面线，他觉得还 OK。干面线，它咸菜很好吃，很咸，很香。10年猪脚饭的咸菜我很喜欢，配上那个猪脚汁、猪脚饭，特别的开胃，很像我在台湾吃的那个口味。今天来剪头发，这是我先生已经剪了不知道多少年、几十年的同一个理发师。我觉得这个美发师 Kevin 的技术确实是不同于其他人，他剪头发都要花蛮多时间的，一颗头大概也要花1个小时左右。然后呢，他剪完的头发确实是比较轻盈，也比较好打理，然后也比较有型。有人说呢，剪到一个好的发型就等于是去整容一样，所以如果是很注重发型的人呢，就可以来试试看这个理发师。它虽然呢价格不是说很便宜，但是如果在特别要注重形象的时候呢，这个理发师是我们推荐的。这是真的冰箱，真的可以用的，就是现在是走复古风就对了。哇，好可爱，可是容量不是很大啦，就是走以前的那种冰箱的风格。可以选2种。哦，很漂亮，一个要1900，可以折多少？5到10%这样。OK， 谢谢。好可爱哦。一个人用的。很漂亮哎，就是很梦幻。好可爱哦！哇，这边都是走那个卡哇伊风格的哈，是走可爱风格的。这很女生，哎呀，好，这行李箱好可爱哦！多少钱啊？不知道多少钱，没有写，239，反正很漂亮哎，139。酒没有上来，它这边又不一样了。训犬师立马发出嘘声，拍手强行转移，真的很好看。因为此时的 Minty 犹如被压紧的弹簧一样，随时有可能会。我觉得人就跟狗一样，某些部分啦，就是当然不是一样啦，就是人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，只有人是这样，其他的动物没有神的形象。但是我觉得在关于纪律这一点哦，这个影片有告诉我们，越是聪明的狗，越是需要制定规范。其实人也是一样，人需要被规范、合理的规范所框制住我，才能够真正好好的过生活。那这个我觉得跟神给我们圣经的这个教导是原则是一样的，在一个没有绝对价值、没有绝对对错的环境下，不管是人还是动物都会过得非常痛苦，没有方向也没有希望。这是一家小店，泰式小店，很久没吃泰式料理。叫了一个9块钱的套餐，有冬盐软骨汤，还有猪肉丸，应该还有1碗饭吧。就喜欢这种家庭料理式的小店，我也比较有勇气走进来。这个应该是炸的猪肉丸，很好吃，很有弹性，然后咸味适中，然后有肉香味，很下饭。这个冬盐汤就是我久违的味道，很酸，然后很辣，然后很够味，然后非常的充满了一种香气，应该是有香茅啊、姜啊等丰富的味道在里面，喝起来真的超过瘾的。现在来试试看它的软骨，
的软骨真的好软哦，软到它的骨头都可以整个把它吃掉，然后吞下去。不知道它是炖了多久，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猪肉软骨，配上它的酸辣的冬盐汤，我觉得真的是令人感动的味道。这边的厨师跟老板叫做扁，他说呢，他的冬盐汤上面有几颗像一粒一粒的东西，其实呢是他特制的烤香米，因为呢加了那个烤香米之后呢，整碗汤又特别的香了。不过他说那个烤米呢是他们的秘密独家技术，所以就不公开。那他是新加坡人，他的母亲也是新加坡人，可是他在这个小店里面所呈现出来的菜单都是他自己爱吃的。他邀请我下次再回去吃他做的烤鸡翅。那我已经把这家列入我喜欢吃的泰式的小店了。我喜欢这种家庭式的、温馨的、舒适的又美味的小店。下次会再回来吃它的其他的料理。在圣诞节来临之前呢，来到这家泰式小馆，吃到呢流汗流鼻涕，真的是很开心的事情。跟你分享我今天吃到的一家泰式风味的小馆，叫做 Super Bone， 在 Chinatown Point 的1楼呢。有这双拖鞋，42、43，还有这双。真的树诶，在这个 Chinatown Point 里面的这一棵，他说是 Real Tree， 不错 ，Real Tree 的感觉就是比较好。在这个 Chinatown Point 的4楼有图书馆，这样子我终于找到一个可以在 Chinatown 休息的地方咯。这里面有很多古色古香的装潢，还有桌椅哦。这里的义工告诉我，这家图书馆最特别的就是它有比较多的中文的文化类的书籍，所以我很开心，我可以在这边看到很多的中文书籍，就好像回到台湾那样。开心，看到繁体字我就很开心。为了去香港而准备。这本书不会很久以前，它在2022年7月才出版的，挺好的。香港也有这么美的地方，在万宜水库。我找了一本香港旅游的书来补习一下。这个荃湾线应该是重点线了，我们应该荃湾去停一停，然后荔枝角公园去走走，然后旺角一定会去的嘛。佐敦有夜市，然后尖沙咀也有很多东西可以看，所以尖沙咀跟荃湾有很多东西。去尖沙咀看维多利亚港。庙街夜市不看不行吧？佐敦地铁站 A 出口，港岛线湾仔是一定会去的咯，因为会去教会，可以去湾仔海滨长廊走走。炮台山也蛮多东西的，还有孝基湾，我感觉可以看到很多山跟海。九龙的狮子山象征香港精神，那么太平山就象征东方之珠的繁荣。世界3大夜景之一，维多利亚港从太平山看下去是最经典的角度，不知道有没有机会上去，不过感觉是比较麻烦一点。可以坐山顶缆车
上去，从中环坐到太平山的山顶，然后呢，到这个太平山上的卢吉道观景台的视野是最辽阔的。九龙站出口。另外还看到这一本很有意思的文学书，叫做《我香港我街道》，里面有散文、小说跟诗集，都是围绕着香港的街道而创作的。张曼娟她只是写推荐序，都不错耶，她是用地点来分，港岛、九龙、新界。这本书很不错，我很想带回家看。正中午的大太阳，第一次走到这条路上叫做 Rock Road。这个中午的太阳，这样晒起来还蛮舒服的。可爱的椅子，小椅子。但是坐到那个 Rockall 那个 MRT station 的时候呢，还是坐电梯上来吧，因为它的那个回旋楼梯真的是要人命啊，很长，然后爬完之后会很累。哇，这个灯笼好有味道。既然来这边，就试试看它的印度料理吧。我很少吃羊肉，所以我来试试看这个南印度的这个 button nails， 希望会好吃。然后我跟他要了一杯水。这是早上11点25分，我可是这家店的第一个客人呢。这家是喝酒的，不过还好，现在是中餐，不会有什么酒客，我就赶快吃了之后，就等一下去 Mustafa 买姜黄粉。好像优格沙拉的水，然后这个是咸咸的、酸酸的咖喱汁吧，然后这个有种黄瓜的那种汁的味道，然后这个是白花椰菜，软软香香的，也是充满了香料味。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最好吃，不太确定这个是什么，可能是茄子，或者是白萝卜。它的羊肉不是很多，就是小块小块来试试看。好吃，它的羊肉蛮好咬的。不错。咖喱羊肉的口味很重，可是配上那个清爽的，我原来第一次喝没有什么味道的优格汁，却是非常的搭配啊，吃了非常的解腻、爽口，这两个真的是相得益彰。蛮好吃，其实这个套餐就好像在吃饭，跟羊肉配各种不同的那个咖喱的汤，很有趣，然后很滋润的感觉。我觉得人的一生中呢，生活中呢，就是应该有一点泰式料理，有一点印度料理这种酸酸辣辣又香香的这种风味啊，我觉得这样人生才会更加的丰富完整。那里面的这个是扁豆，不是花生。真的很香，它炒姜黄粉、咖喱粉炒得好香，在家里也可以这样炒。其实这样东吃西吃，肉的分量也是蛮够的了。这样差不多了，我也很辣，吃不下，然后我也擤了很多鼻涕了，辣到流鼻涕。我觉得吃这样的咖喱套餐好舒服，好幸福哦。一开始是觉得有一点怪怪，可是越吃越好吃，然后就觉得好像身体觉得好像很舒服，所以我觉得
在新加坡很好啊，就是可以常常吃到这样的印度料理。我以后应该要多多来小印度呢，来品尝这个道地的印度餐。超漂亮的，但是看起来好像有点危险。来穆斯达法的大购物中心来购物。3号入口进来，先是一些保养品，还蛮多的。然后呢，还有一区就是专门是卖染头发的，我可以看一看。这边找到了很便宜的化妆棉，还有染发的哈娜粉。实在太喜欢穆斯达法了，它光是咖啡就种类很多，然后价格也是比较便宜，然后真的是 I feel like Mustafa has everything， 几乎所有想要找的东西好像这边都可以找到。有很多印度的茶，我买了2盒的抗酸茶，有2盒的这个玛莎拉茶，这1盒才2块钱。这美国核桃也可以买哦，500克10块2毛，不错的价格。还看到了便宜的小盒的100克的姜黄粉，1盒才0.9块钱，买回去送人。穆斯达法真的很大，唯一的缺点就是太大了，会走到脚很酸。而且我今天也不过是在逛2楼，就逛到投降了。准备在回台湾前呢，会先停留香港几天。这是我的打包行李，希望呢，接下来的旅行能够一切的顺利平安。谢谢你今天和我在新加坡到处逛逛走走，吃一些好吃的小东西，也祝福你年终快乐，有美好的2024年。